OK， 好，就这样了。啊，乖乖做完，然后就可以吃饼干了。OK。一迅啊，上次我跟你说的是考虑的怎么样？什么事啊？你的终身大事啊！你真的要介绍女朋友给我啊？我心目中已经有合适的人选了。如果你有合适的人选，就叫他来这里当义工。这些老人家比我还需要他。我是认真的。我也是认真的。可是，哎，你再讲我就回家了。你想帮儿子相亲啊？是啊，我有一个病人的女儿是个老师，学识样貌都不错，想介绍给一迅。美不美啊？美，当然美了。不过美也没用啊！你看我话都没有说完，他就跑掉了。想结上门、见见面、聊聊天都不行。反正我又没有女儿，介绍给我吧。怎么又想认多一个干女儿啊？多一个人陪我说话不好咩？腰骨酸痛也有人帮我捶啊。哎呀，怎么啦？儿子啊，什么事啊？我的风湿又发作了，腰酸背痛啊。我先拿膏药布给你。哦，膏药布用完了，那我去买吧。不用了。其实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只是忘了带来。不过我已经打电话给我女儿，叫她带过来了。你女儿啊？是啊，我想她快到了吧。哎呀，还好你提醒我。我的同事的女儿今天满月，我答应她要去派蛋糕还有红鸡蛋的。我先走了，拜。哎，儿子，你不陪我了？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妈咪，哎，来了。你要的东西哦，谢谢。还有啊，我买了 cupcakes，请大家吃。那赶快分给大家吃吧。阿哥，这个给你。谢谢。休息一下吧。多喝点水。啊，谢谢。来一个吧。拿蛋糕。巧克力的给你。好，谢谢。妈咪，另外一个儿子呢？他说有事走了。好，方医师啊，你要介绍给我儿子的，就是他。不是，我女儿的条件这么好，哪里需要安排相亲啊？儿子啊，快来跟这位小姐相亲啊！她是方医师的女儿啊。哎，你不是说要赶着去帮同事派红鸡蛋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我回来拿手机。你们是母女啊？你是大家的儿子啊？你们认识啊？原来我妈咪说的那个热心义工就是你啊！上次你买那么多膏药布，就是买给他们的。方医师也向我提过他的女儿，把她说的多么完美，还想把她介绍给我。你是担心配不上我，所以听到我要来就马上开溜。说，你没看到他们都被你迷倒了吗？没想到你是一个昂哥杀手。哎，包括你啊！我的年纪没这么大。上次我妈咪说有人送柔丁灰给她，我就在想，那个人就算不是七老八十，也有一定的年纪。
那种口味对他们来说比较怀旧，让他们可以回味儿时的记忆。喂，我买的 cupcakes 也很受欢迎哈。对啊，没想到那些老年人也会喜欢新潮的东西啊。所以说嘛，老人家也可以追潮流，年轻人也可以很怀旧。就像我啊，我喜欢古早味的东西，古早味的食物，味道很好，就好像芦丁味啊、冰糖嘟嘟糕，都很喜欢。可惜这些都很少见啊。都是甜的。我喜欢甜的东西啊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以前我是这样吃的。那剩下的怎么办？给我哥吃。真霸道。给你。啊。你们两个谈得蛮投契的哦。我们抬杠也蛮有默契的。这世界也真小，原来你们是同事，根本就不需要我介绍啊。妈咪，你是要这样把我推销出去吗？害了他要假装派红鸡蛋。哎，我问你啊，是哪个同事生孩子了？是他自己搞错的，我根本就没想过帮你安排相亲。哎，不过想想，他喜欢那种有主见、有个性的女孩子，你更符合条件呢。说真的，你们还蛮相配的嘛。你不是认真的吧？我是认真的啊。那，你呢？喜欢像她这类型的女孩子，而她又欣赏像你这种有爱心又懂得关心老人家的年轻人。妈咪，不要开玩笑啦。什么时候可以走啊？我还要帮几位老人家议审，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。你先回去吧。那吧，我先走了。我也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干嘛？我觉得今天的你跟平时有点不一样，我有一种重新认识你的感觉。我天天都有重新认识你的感觉。为什么？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，以为你是清洁工人，后来才发现原来你是我工作上的前辈。平时看你吊儿郎当的，可是你做起事来又很认真。还有呢？还有啊，那天我看到你怎么对你叔叔，觉得你冷酷无情。今天却发现，原来你是个有爱心、有耐心、会关心老人家的热心人。你怎么把我说的好像有性格分裂？喂，你还有什么性格还没露出来的？我小时候真的很叛逆的，曾经因为打架而进了感化院。可是那时候的辅导员没有放弃我，是他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所以你就选择当义工，帮助别人。你也出过当义工啊？那是我爸安排的。我是到了那里才喜欢上当义工的。那你学跳舞也是你爸安排的？我从小就被安排学很多东西，除了跳舞，还有钢琴、外语、画画。你小时候不是很忙？可以这么说吧。我爸要我学什么我就学，现在长大了想要自己做主，他却不高兴。哎，听到你的故事之后，我有新的体会，我会很珍惜我爸给我安排的一切，那段日子也算是快乐的，所以我想和那些老人家分享这份快乐，跳舞给他们看。所以他们能够看到你跳舞，也是托我的福了。喂，看，你看了。哇，笑得那么甜呐、不知道的人啊，还以为啊你在等女朋友啊。我们这么有空叫我出来喝酒啊？不用陪咪咪啊？我们吵架啦，他学人家贪名牌，花了2000多块钱买个名牌包包，还拿着拍照啊上网，结果被我发现了。你们为了这么小的事吵架？你还没结婚，你不会知道的，吵架也是一种情趣。情趣？那偶尔吵个架，然后各自出来活动，给彼此一个空间。回去之后呢，大家的气都消了，才会发现原来彼此那么在乎对方。哎，和好之后的感情啊更甜蜜。真受不了你们！别说我啦，
你之前不是说过要卖房子的吗？成交了吗？已经找到买主了，现在在办手续。房子卖了，哇，这次卖房子应该分了不少钱吧？你发达了，你要怎么花？我会把钱都捐给老人院。哇，你这么慷慨啊，真是大好人呐！哎，我也算是乐龄人士啊，不如捐点给我吧啊！如果有一天你成为孤独老人，我肯定救济你。踹，我的秘密啊，才舍不得把我丢进老人院不管了。倒是你啊，是时候找个老婆啊来疼一疼了。我连女朋友都没有，哎呀，哪来的老婆？你这个情场浪子啊，应该回头了，认真点，好好找个女朋友谈一场恋爱。你是说我以前的恋爱都不认真？你说呢？那女人跟你来往一段日子之后呢，总是想要定下来的。可是每次啊，你在这个紧要关头啊，总是摇摆不定，跟你在一起啊，一点安全感都没有。我不是摇摆不定，我只是觉得他们不是我结婚的对象，所以就不跟他们安定下来。那要不要我帮你介绍？不用，你们最近一个两个干嘛都要帮我介绍对象？你已经老大不小了，你自己说，你几岁了？我几岁没关系，我感觉很年轻哦。如果对的人出现了，警报自然会响。对的人出现了，你有目标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是谁呀？我认识的吗？快点说啊！可以说认识，也可以说不认识。那到底是认识还是不认识啊？应该说是重新认识，很熟悉，可是又有全新的感觉。你在说什么啊？我完全听不懂。来啦！喂，大家来了，有口福啊！哇，这么多啊！哇 ，brother 又中 4D 啊！哇，而且这次是中头奖，买这么多东西。有东西你就吃啦，他很快啊就变成大富翁啦，这点算得了什么？三哥，有空就吃东西，不要这么啰嗦。嘟嘟贵，裸地灰，这个哇，叮叮糖哎！这些不是给你的，这里很多选择，自己拿。哎，brother 不要这样嘞，这些传统小吃啊已经很少见了，特别是这个叮叮糖啊，自从我小学毕业后啊，就再没有看到了。我想吃嘞。是啊，这些东西啊很难买得到啊。你是买给谁吃的啊？我们这不是买给你们的。对了，浩然呢？他今天请假。哦，怎么啦？他只不过请一天假，你就那么失望啊？啊，要吃。Thank you, brother。喂，你刚才不是不给他吃吗？怎么又那么大方啊？他想吃，我不是给他吃了。凭我多年的经验啊，你那些东西啊，是买给浩然吃的，对不对？哼，原来你的目标就是浩然，明明认识，又说不认识，又说重新认识。三哥，我警告你啊，有东西就吃，有茶就喝，不要这么八卦。哇，我很怕。哎呀，喜欢就承认啊，我支持你。哦，明明认识又说不认识。正阳，时间过得真快，你离开已经5年了。You call for ambulance? Yes, mom fainted. Where is she? That's my mom. 这位太太，太太，我们是救护人员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没事，我只是有一点头痛。你的脸色很苍白，我们帮你量一下血压吧。不用了，我没什么大碍。
女佣说你无故昏倒，这是健康出现状况的讯号。我看你还是跟我们回去医院检查一下吧。我没病，我不想送院。Farah。Yes, ma'am. Please send them out. 好，既然你不想去医院，风，请你在上面签个字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们白跑一趟。没关系。正阳，妈妈生病了，你回来看妈妈好不好？喂，约你出来陪我聊天，你什么都不说，看你这样子就知道你心情不好。发生什么事啊？告诉我。你哥最近怎么样了？哦，原来跟我哥有关，吵架了？难怪看到我哥这几天闷闷不乐的，无心工作。你知道吗？他还开错药给病人呢。怎么会这样啊？那个病人有没有事啊？情况严不严重？看你那么紧张，就知道你很在乎我哥。以后不要开这种玩笑了。不试一试，你怎么知道你对我哥的心意啊？为了什么事吵架？其实也没什么，我的家人出了事需要帮忙，我跟你哥的看法不一致，所以吵了几句。每个人的待人处事方法不一样，如果你们是真心在乎对方的，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影响你们的感情。我知道。可是，不要等到失去了才来后悔。我是支持你的，我帮你教训我哥。妈咪，回来了，吃过了吗？要不要一块吃？不了。爸没跟你一起吃啊？有啊，不过吃没几口就收饱了。可是爸最喜欢吃炒米粉的啊。是啊，最近好吃说没胃口，整天躲在书房里也不知道干什么。妈咪，还有陈皮吗？我去煮3加陈皮水给他。上次你煮的我拿过给他喝，可是到最后他连动都没动过。再这样下去，我真的为他担心。不要担心，我再试一试。爸。我煮了3加陈皮水，你多少喝一点吧。我知道之前煮的你都没喝，爸，我们都很关心你，你要保重身体，不要让妈咪担心了，好吗？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。爸。你在说什么？爸老了，管不了这么多了。谢谢爸。你趁热喝，不要太辛苦了。爸终于谅解我，我不用出国读书喽。他终于肯让步了。哎，这几天看你们父女俩这个样子，我心多烦了，每晚都睡不好。你就好啦，现在问题都转移到我身上了。不想转到心脏科，就跟爸说。你叫怎么开口跟爸说呢？如果当儿科医生是你的理想，你就应该坚持，爸迟早会谅解你的。解决了一个，还有一个要解决，我真的是头痛了。头痛了应该是我吧？喂。你现在该烦的应该是另外一件事吧？你还有什么事要烦啊？女朋友的事喽。你什么时候交女朋友啦？为什么我不知道？是同事、护士、医生？
妈咪，你别紧张，他的女朋友跟我一样是救护员，她很漂亮的，性格温柔善良。是吗？什么时候带回来给妈看看？哎呀，哥自己想要见他，恐怕都有困难呢。只是吃一顿饭了，有什么好难的？你没发现到吗？哥最近闷闷不乐，茶饭不思的，一定是小两口吵架了。你如果少说几句话，我会很感激你的。女孩子是要哄的，如果只是吵架，你就主动去跟她道歉，她很快就会气消的。妈，我自己会处理的。好了好了，你们年轻人的事你们自己解决。总之有机会就带她回来吃饭，知道吗？我煮了凉茶，我拿出来给你们喝。你真多嘴啊！现在妈知道，我多一件事烦恼啊。哎呀，我和文倩出去喝咖啡，才知道你们吵架，所以就说出来喽。文倩，她还好吧？跟你一样失魂落魄的，在工作上出了错，还被臭骂一顿。怎么会这样？发生什么事？严不严重？怎么你们两个人的反应都一样的？你竟然捉弄你大哥！喂，你们两个有问题，应该约出来好好谈谈。他应该还在生我的气吧？你不是怎么知道？可能他气消了呢。你帮我试探一下。试探军情啊？那这么说，你不愿意帮你大哥啊？你是男人，应该采取主动，自己感情自己争取。喂，你。你染上了疱疹，我会开一些药物让你涂在患处，另外开一些止痛药给你。哎，医生，我除了下面之外啊，我最近觉得我很累啊，这个胸部很容易发闷呢。给我帮你检查。你左边的胸部有硬块，会不会感觉疼痛？会啊。乳头有没有分泌物？我又不是女人，会出奶呗。最近有没有发烧？没有，不过我觉得身体老是烧烧的。哎，真的硬硬的啊！医生，这到底什么？可能是组织硬化，也可能是肿瘤。肿瘤？就人家说的那种 cancer 啊？那到底什么 cancer？乳腺癌也是一般人所说的乳癌。不是吧？我不是女人，怎么会中乳癌呢？男人患乳癌的几率的确比女性低很多。比中马票还难啊！怎么可能呢？虽然几率小，但是还是有可能会发生。我建议你去医院做个详细的检查。这种 cancer 不可能吧？那么准？爸，医生怎么说？啊，那医生胡说，胡说八道。他说你得了什么病？那医生没有水准，说的都是废话。真的给你气死了！刚才又不让我陪你进去。我要脱裤子检查的，你进去不方便啊。你不说是吗？那我去问医生啦。那个啤酒妹莉莉把肮脏病传给我。什么？你得了？徐少雄。王姐，就是，我拜托你啊，千万不要告诉你阿姨啊，要不然她拿刀把我砍得7、8段啊，救上车来都没有用。怕的话，当初就不该去招惹那种女人。我不敢啦，我现在等着钱赎回那些东西呀。你筹到钱了没有？我真的没有钱，我身上的100多块都给你还要钱了。那怎么办？人家逼着我要钱呢。你去跟他商量一下，叫他说少一点。你巴萨买菜讨价还价，1万块啊，不是1块钱呢。你要我去哪里找那么多钱？你没有，你当医生男朋友有啊？你不去，我敢去啊！哎，你别去找他。为了你的事，我们2个已经闹翻了。啊？不是吧？你老爸的最后希望都没有了。祸是你惹出来的，你自己想办法。要打抢，要借大耳窿，随便你。你啊，多打抢不用做了，我去抢了。再说借大耳窿，我不敢嘛。哎，算老爸求你好吗？啊？好了，算了，就让他放上网了吧。啊，让全世界笑我。到时候你阿姨看到之后啊，把我给杀了，再带我去跳楼自杀。哎，到时候你阿妈呢，就看到白发人送黑发人了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倒不如我死算了。爸，
哎，怎么啦？感冒啦？没事。哎，你要照顾自己哦，不要生病，要不然有一个人会很心痛的。别乱说。我没乱说，那个人很关心你的，还特地派了信差送信给你啊。这是什么？那还用问？当然是我哥写给你的情书啊。我拜托你们快点和好，我很忙的，还要给你们飞鸽传书。Station 44 to now Alpha 441 to location Bukit Batok Loop 7 Alpha 441 case of medical.希望我们这次不会白跑一趟。为什么这么说？这位太太已经昏倒过1次了。我们上次来的时候，她已经醒过来，可是不肯让我们检查，也不肯到医院。Mommy's there. She fainted again. How long has she been like this? About 10 minutes.太太，这位太太，听到我们说话吗？太太，你的脉搏很弱，跟我们去医院吧。我没病。为了你的健康着想，还是让我们送你去医院吧。我不要去医院。你这次昏迷的时间比上一次更久，以防万一，跟我们去医院，让医生看一看吧。Farah, I told you not to call ambulance. Come, help me back to my room. 他上次也是这样，不肯让我们送他进医院。可是看他这个样子，很明显健康有问题。可是他意识清醒啊，他坚持的话，我们也不能逼他。走吧。浩然，怎么还不走啊？你们等我一下，我进去和他说几句话。请问一下，照片里的人是不是郑阳？你认识我的儿子？我们是在国外做义工的时候认识的。那你快告诉我，郑阳他还好吗？他还好吗？他每一次写信回来，都说他现在工作很忙，暂时不能够回国。我都这么久没有见到他，都不懂他现在过得好不好。他是不是瘦了？伯母，你身体不舒服，又不肯去医院，郑阳不会想要看到你这样的。
你不要告诉郑瑶我生病的事。如果你不想让他知道，你就答应我，去给医生检查。可以送贺太太去医院了。你跟他说了什么？对，我上一次怎么劝他，他都不听。你到底跟他说了什么？什么招数？教我。你一定要告诉我所有有关我儿子的事。你好好休息，我们快到医院了。等很久啦。不会。坐啊。对了，这是姜茶，温肺止渴，对感冒的功效很好的。来，你尝尝。你怎么知道我感冒的？是浩然告诉你的。怎么样？好不好喝？嗯，不过味道好像淡了一点。会吗？我是照着浩然说的去做，难道糖的分量不够？是你自己煮的？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首先准备25克生姜，去皮切成末，放入茶壶中，加入250克开水，30克红糖，焖煮5分钟。你不是说很淡吗？不会啊，现在很甜了。你不生气了？我还生气的话，就不会出来见你了。谢谢你啊。小意思。我收到支票了，我很意外，谢谢你愿意帮我爸。除了支票，还有一样东西，走，跟我来。我打算租下这摊位，让伯父经营，卖一些小吃。你想让爸当小贩？我想过了，与其给他鱼，不如教他怎么去捕鱼。等文松从戒毒所出来，他也可以跟伯父一起经营。可是他们没有经验呢。只要他们愿意，我可以找人教他们，帮他们申请执照。最重要的是，有了这个摊位，伯父就有稳定的收入，文松也不会惹是生非了。谢谢你这么帮他们设想，可是我真的很担心他们不会认真的去做，辜负你的期望。这你不用担心，老板是我朋友的爸爸，他已经答应降低租金。文倩，给他们机会试一试吧。既然连你都相信他们，我当然支持啊！我会努力督促他们好好经营这个摊位的。我们一起帮助他们，他们会做得更好。谢谢你啊！你做这么多事都是为了我。那1万块还有租摊位的费用，我会慢慢还你的。这方面你不用担心。我们只是叫伯父来看摊位。上次我说你嫌弃我的家人，对不起啊。一句对不起就算了，诚意好像不太够。转身，转身。你等一等啊，不要转身啊。嗯。不是只有你会下载这些动画的。谢谢你。谢什么？
我们的感情之前亮起了黄灯，送进急诊室急救。我以为已经没希望了，幸好抢救回来了。不过还没完全康复，要留在加护病房密切观察。我一定会小心地呵护他，让他恢复健康，尽早出院，开花结果。嗯。贺太太经常申诉头痛，肢体偶有麻痹，动作调控困难，思考混乱，视线有时会有重视的现象。我们给她做过脑部的 CT scan， 发现她左脑长了一颗肿瘤，有2公分。脑肿瘤？她的脑肿瘤压到了神经线，所以造成她经常有昏眩的现象。肿瘤是良性还是恶性的？我们得进一步做化验才知道。不过他的身体一向来不好，加上脑肿瘤，情况恐怕不乐观。伯母，我一直在等你呀，你终于来看我了。上次没有好好跟你介绍，我叫浩然。浩然，坐。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为什么正阳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啊？我回来不久，正阳他还很忙。这孩子就是这样，老是想着帮助别人，却不懂得照顾自己。你和正阳一直都有联络吗？有啊，正阳不时都会写信给我的。他写信给你？正阳这孩子啊，从小就很聪明，后来当上了医生，看到了战乱地区的孩子受了伤，却得不到医疗的治疗，就决定去当一个无国界的医生。一去啊就是那么多年，也不管我这个妈妈到底放不放心。他很尽心的去帮助那些伤患，是个好医生。姑姑，我听 Farah 说你进了医院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留院做例行检查。Farah, got letter from sir? Yes. 你看，正阳写信给我了。这位是……哦，你看我真是糊涂，忘了介绍。他叫浩然，是正阳在国外认识的朋友。她是我的侄女 Kids， 也就是正阳的表妹。去年圣诞节的时候，她还出国去找过正阳。你好，你好。姑姑和姑丈是退休的老师，他们只有表哥一个儿子。正阳5年前就已经去世了，你们是知道的，为什么要隐瞒真相？姑姑很疼爱表哥。5年前，当姑丈接到坏消息的时候，姑姑刚生完一场大病痊愈。姑丈担心姑姑会受不了刺激，所以才决定瞒着她的。那你姑丈呢？他在1年多前也去世了。姑丈走了之后，姑姑的精神就更差了，她的记忆也不比从前，心里记挂着的就只有在海外行医的表哥。所以你一直都不敢让他知道真相。我和爸爸都觉得姑姑的病情每况愈下，不如就让她没有遗憾的离开吧。那些信呢？是你写的吗？我才没有那么好的文采。
那些信是姑丈在临终前花了几个晚上写好的。姑丈要我不时就寄出一封，让姑姑相信表哥还在海外。有了正阳这个寄托，姑姑也就不会孤苦无助了。你姑丈真的很细心体贴，正阳就像他爸爸一样，处处为人着想。姑丈一心都只是为了姑姑着想，可是我不知道我还能瞒得了多久。伯母起了疑心吗？姑丈临走的时候写的几十封信，都差不多已经寄出去了。接下来，我已经不知道还能拿什么给姑姑看了。这就是表哥的房间。表哥6年前出国后，房间就一直保持原来的样子。姑姑平时会亲自进来打扫，保持房间一尘不染。等表哥回来，你介不介意让我一个人留在他的房间里？正阳，对不起，现在才来看你。自从你离开后，我就尝试着不再回忆，所以我没有打听你家人的住处，更不知道你在这里。没想到，我却遇上了你妈妈。也许是你命中注定，也许是你放心不下，让我遇上她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照顾她。这样，你安息吧。我们去忙吧。好，拜拜，下次走啊。浩然，你跟正阳应该很谈得来吧？他很关心我，我每次难过的时候，他都会安慰我，他还会说笑话给我听，逗我开心。每当我遇到困难，是他让我坚持下去。那么说你们很要好咯？人在异乡，能够遇到来自同个国家的人，当然特别亲切啊。除了亲切，难道没有别的感觉？我承认，我喜欢正阳。他是我遇到的男人当中最让我心动的。这孩子总是在外国忙，丢下我一个人在这里，很孤单。不如你陪我去看他好不好？好啊，反正我也很想念他。可是你现在身体状况不适合出国。可是我很想念他。那你就要听医生的话，接受治疗。只要医生说你的情况有了改善，我就陪你去找他。看着你，你微笑让我深深着迷。
处，你的热情仿佛暖流，充溢着我心房。我的世界一直守护